有个事儿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，张度说了什么没有？他没说什么。你爸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啊？爸，你是不是心里打不定主意，到底留不留他？你怎么想的？我还是不发表意见了，我走了。儿子，轩辕，轩辕，我平时呢也做的不是太好，老拿你当出气筒，这次就全靠你了。你们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我走了。儿子，儿子，忙完了回来，别忘了家里还有个你爸你妈。知道了。师兄，哎，你把衣服放在那儿，我来洗。哎呀，就2件衣服，我自己行。哎呀，2件衣服我来，你歇着吧。张度，师娘，有事儿吗？我来跟您道个别。一定要走吗？哎，你不跟你师傅告个别呀？好的，师娘。师傅，徒弟狂悖不肖，对不起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你今后怎么打算？还做纸吗？做。做古法纸。是。师傅，不管你能不能理解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个人的路，各自走，啊，谁也替代不了谁。张度，师娘，舍不得你。之前厂子困难的时候，你一直1分钱都不要，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我跟你师傅都记在心里了。但是轩家有轩家的规矩，不能欠着工钱不给呀。我也没有你的账号，这钱是你这几个月的工资、补助，还有利息、奖金什么的，师娘都给你存着呢。没有照顾好你，拿着吧。不行，师娘，这个我不能要。拿着，你在外头少不了花钱，拿着，听话听话。要是你没出去啊，我这个老宅子呢，虽然房子旧了点儿、破了点儿，但是呢，你随时都可以来住。日后你有出息了，你要想搬走，都随你意，啊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
这是我们的金陵12钗系列，我们首批发行的这6款，你们看啊，首批发行的这6款，今天我们做活动特价，还有6款我们会陆续发出，一款比一款更精彩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活动日，我们推出了第7款高阶版的哼哼。如果你们今天集齐了前面的这6款，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新型环保浮刀彩绘画，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是使用的是指效果不错呀，就这几个文创档口人多，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。山水画和中国12生肖。我呢是打算呀，把咱们盲盒的系列再多做几个。你像中华传奇人物、文房四宝精灵，到时候哪款卖的爆，咱就主打哪一款。你只管设计你的，我们全力支持。这边。但是我不太建议你把精力放在横向发展，我是觉得你应该纵向挖掘一下，去做更有文化内涵、有故事的角色。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是在内涵我做的东西没有内涵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在说，你在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，你文化根基的支撑可以再饱满一些，再丰富一些。我只是建议。辛总，这是您点的咖啡。不是你笑什么呀？挺吓人的，你涂来吧。不是，我是笑你啊！现在说话还会注意别人情绪了，有点不像你了。我是怕我太直着说你受不了。你试都没试过，怎么就知道我受不了啊？来，你直说，我听听。我的意见呢是，内容先行，叙事驱动。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，它就是快消品。而且，情绪价值不是去讨好消费者，是要跟消费者产生一个情感共振。而且文创呢，一定是建立在宣纸的文化根基之上，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手工价值，和受众呢建立一个浓厚的情感连接，不然就像那狗咬尾巴一样，一直在那快消圈里面打转转。哎呀，还真是挺酸爽的，挺好。喂，文化沙龙，政府什么支持？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去跟彭。我马上通知辛总。你感兴趣？辛姐，怎么了？董事长来公司了，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。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，而且我还听说，除了张副总之外，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今天要来。今天张副总去接董事长的时候，连司机都没有带。董事长人还没来，他说重点。董事长打听的都是关于您做文创的事儿。这有什么可问的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您还是小心应对吧，千万别跟董事长起冲突。我这个人啊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明。我愿意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，但是这个人得值得我信任。明白。欣姐，你看，张丈，这个号码是谁的？不知道，估计是谁的小号。意思很明了了，张副总，账，董事长在查账。查账只要把财务叫去谈话就可以了呀。不是查公司的账，查我的账。董事长这样搞就太让人寒心了吧？谁都不信任，谁能给他好好干啊？他就是太相信张副总了。您刚才提的2号的那笔采购啊，是这样，我当时找张副总签字，这张副总出差了没回来，我就去找辛总了。辛总说你生产不能耽误啊，就让我把这个采购的详细清单整理清楚，又叮嘱我进出库登记签字要清楚留底。他还找了财务做了说明，说这个采购费先支出，事后再找张副总签字。
后来这事确实怪我，一忙起来我就没有及时找张副总签字。但是，我能保证整个采购流程手续齐全，采购金额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出入。这些，您都可以查到。上个月的招待费用激增了1倍呀！这个情况你知道吗？嗯？我觉得这个木质的呀，恐怕有时候啊，你得考虑这个受众啊。对吧？董事长，一路辛苦了。哎呦，你去忙吧啊！一路辛苦了。来，给您冲了一杯咖啡。哎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看啊，同样是咖啡，你做的味道和别人就完全不一样。谢谢董事长夸奖。哎呀。出差顺路，来看看你们，坐。我们大家呀都希望董事长能经常过来看看我们，给我们提出一点意见，我们才有更大的空间进步嘛。哎，不能光想着进步啊，有时候啊，大踏步的撤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。我也想着今天晚上就打冲锋，明天一早上就把敌人的100万大军全部消灭。可是不行啊，同志，商场如战场啊。辛总啊，我呢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。您说。盲盒的项目就到此为止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所有的业务回到线装书上来。董事长，您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目前的状况不太了解？我可以跟你。不需要了解，这是集团的决策。那。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集团的决策还需要理由吗？董事长，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的千好万好，如果现在突然叫停，我总得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，不然的话以后我工作没办法开展的，我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的。秦总啊，你这是在逼宫啊！我没有逼宫，我就是想要您对我的信任。这个项目我一直都在全力的推进。我这是在为你好啊，你怎么不明白啊？公司的收益要超过50%，这是你自己承诺的吧？你没忘了吧？我没忘，我做得到。你怎么做到？董事长。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了很正向的反馈，只需要一点点时间，我相信。不是你相信，是我要相信，是市场要相信。经营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呀？风险可控，对不对？不是赌博。800万就这么白白的打了水漂了，收益呢？我没有看到收益啊。董事长，您是对那800万的开销有质疑？我给你800万，你回馈给我1000万，我当然愿意把所有的钱搁到你个人腰包里了。所以，董事长现在怀疑的是我。不行，我只强调一点，从今天开始，大雅斋1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。哎，都停下，把手上活全都给我停了。老黄，你过来，干什么这是？啊，每天没日没夜的，就生产这些赔钱的玩意儿，瞎耽误功夫嘛。这你看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公司损失就不是损失了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跟这些什么破盲盒有关的工作全都给我停了。下一步工作，等着我开会给你布置。啊，对了。抓紧时间把这个季度所有的财务报表送到我的办公室，
马上！领导换人了吗？别看我了。轩言，我再敬你一个。这顿饭，算我们的散伙饭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先别说什么散伙不散伙的啊。你刚才说你们那个张副总代表董事长把文创生产这条线给停了，那你答应你们董事长那个50%的增长，不就化为泡影了？接下来这张副总就要全面接管你们的公司，你在公司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你说的都对，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欣姐表面厉害，还是太善良了，不然怎么会被张副总这种小人得志？还有董事长，他脑子是被张副总植入了吗？雨晴，董事长现在压力大，集团准备 IPO 上市，是容不得任何闪失的。你还帮他说话？欣然，你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，咱们合作的这一阵子，什么都是你来做的，接下来就交给我。我们不但要让事业继续下去，还要学会反击。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去办。现在最重要的，是要找到第三方的资金托底。只要我们有第三方资金，项目入股，我们就一定能搏赢。你答应你们董事长这些事儿也都能完成。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？去跟你们董事长去讲，现在终止就代表着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了，而且现在资金已经有了，就算是输，他也不会有损失。我知道你想帮我，但是轩言，你知不知道后续是需要200-300万的投入的？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资金啊？啊，这个你就别管了，我有我的存钱罐。存钱罐啊。说说吧，你这回又下什么套子让我往里钻呢？骗你发财。每次都说这个，听烦了，听腻了，换换吧啊！本来想着嘛，有钱带你一块赚，我还是自个儿跟着辛总干吧。你简单说说就行。哎，算了，我这都是套路。你下你的套路，钻不钻的是我的事儿啊。你是不是还是俗？耍我是吧？行，宣言。江斌同志，我很重视这次谈话，请你坐下听我说完。说吧。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着急，以你现在的状态，你跟辛总即便感情上是有发展的，那也只能是友情，啊，哥哥妹妹这样不尴不尬的叫着，绝不可能是你期待已久的甜美爱情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辛总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款。你们两个现在是差着层次呢，你呢是属于在基本层，有个温饱能有吃喝啊，就自我满足了。人家辛总那是什么？那在最高层，人家追求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。不，你这把我都搞晕了。你能不能说的直白点？什么意思？提升你自我的档次，干文化产业。我那造纸不就是在搞文化产业吗？你那个经营许可证上怎么写的？生产加工制造业，有文化2字吗？那怎么搞啊？怎么搞？搞什么？既能提升你的档次，又能让你跟辛总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啊！你跟辛总合伙做文化产业，一箭双雕。哎，辛总现在正处在一个危难之际，如果这会儿你伸出援手，给他鼎力相助一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英雄救美，这叫效果加倍，这叫情绪价值直接拉满。哦，哎呦，明白了，你这办法真好，这是好事。哎，但是这个文化产业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啊。你这市场前景到底好不好？你告诉我。你懂不懂的无所谓，这不有我的吗？你现在就跟我说说。
进来。邢总，邢总好，邢总好，邢总好，我来向你取取经，再争取一下进步的空间。向你学习，向你学习。肖总客气了，请坐。哎，好，我去给你倒茶。啊，不，我不渴。肖总热吧？我去把空调开低点。啊，不麻烦，把扣解开就行。哎呀，说实话啊，我平时穿着都比较随性，这我今天特地为来见你，所以才穿得这么板正。这往后咱要成为一家人呐，我就不必这么客套了，是吧？肖总，我发过去的生产计划还有财务报表，您那边都看了吧？你大可不必送给我看，我对辛总你是绝对的信任。信任只是合作的基础嘛，有了信任之后，我们后续的发展就会开得更加的顺利。所以我还是希望肖总能够仔细的看一看，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。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，我的实力你大可放心。第二笔资金，我决定在项目执行到优惠推广活动之后及时的跟进，这样可以避免产能出现的问题。你笑什么？肖总啊，肖总，计划书你看的是非常的仔细。哎，这计划书毕竟是辛总你辛辛苦苦写的，我要是不仔细看，那真的是对不起你。你放心，那我这边一定尽全力保障好肖总你的收益。好，真好。真好看呀！肖总啊，要不我派人带你去生产车间看看？啊不，你的管理水平啊，我早就见识过了。我是10000个放心，这生产销售方面我绝不插手，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。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肖总你及时伸出来的援手。哎呀，不必客气啊！你这儿有好多书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的书！哦呦，这么多的书，你都看过吗？肖总啊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是什么事儿？丁阿姨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吗？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。丁阿姨，我刚观察了一下，您这儿真好。我爸的厂跟这儿一比，土的直掉渣。这孩子刚放假，这非缠着我说要过来见你，说想你了。我就喜欢辛阿姨，阿姨也喜欢你。我在学校还梦见你了呢。你梦见阿姨什么啦？爸，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穿针引线，制造机会？聪明，不愧是我女儿啊！你这么老，笑起来满脸褶子，脸皮还这么薄，人家欣然阿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所以老爸才想请你帮忙嘛。帮你可以，但是我有我的原则。说吧，准备要多少钱？1000。你呀，太善良了。你们那个什么张副总，他就是一个伺机而动，在你必经之路上，只要逮准时机就要咬你一口的毒蛇。对，要狠狠治他，把他的毒牙全部拔掉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们大雅斋和镇上的吴玉良是有合同的，我们所有生产线上下来的纸毛子全部都归他，1年他要付给我们10万块钱。但是我知道张副总经常偷偷的把纸毛子拉到废品收购站上去卖，而且赚了不少。哎，张总来了，
张，你来了。别，少来这套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2吨啊？不可能，我从厂子里面称的好好的啊，3吨半。肯定是2吨。那个过秤的时候我拍照片，我给你看了。我不干，我看这些，谁呀这是？哎，你搞什么呢你？快点，给我赶紧下来。哎，老板，我家里装修，想从你这儿买一些废纸盒子用用。我都打包好了，不卖。哎，老板，我给你多加点，帮帮啊，着急用。啊，那等一下啊。哎，好。我跟你说道齐，别跟我玩这花花肠子，不然的话以后咱俩就别合作了。张总，你消消气，那我就给你算3吨，都不假了，好吧？行吧，到时候赶紧把账转给我。哎，好。张总，慢点啊，张总。哎，你刚才要多少啊？不是要纸壳子吗？纸壳子的事儿，明我问一下我媳妇儿。你刚才不是很着急吗？哎，她不着急，这个事儿着急。你这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是谁啊？废品公司的吴玉良认识吗？谁不认识吴总啊？我们这行业老大啊。我是吴总的助理。啊，咱们聊聊吧。不作不死，该怎么办，就怎么办吧。千万万不能这样子一单不能！我每年按时交承租款，你给我偷出去卖了，你想让大家知道是吧？视频在我手上啊，我马上报警抓你。对不起，有话好好说吧。好好说，你给我那个腿，以后给我做事注意点。行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，住手！来，赶紧回去，该干嘛干嘛。看热闹。够了，吴总，住手！吴总，我大雅斋的人有问题，咱们有事儿解决事儿，书里不能书面。你在我的地方上又打又骂的，不合适吧？我不闹事，请辛总给我还我一公道。行，雨晴，把吴总和几位兄弟请到会客室喝茶，请吧。这边请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饶不了他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别再丢人现眼。快屋说。哎，爸，我因为以前就不是个玩意儿，我这董事长这钱我还告你一状，我还出手给你作对，我以后保证不敢了，行吗？你帮帮我，我以后为你鞍前马后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别在这儿说了，进屋说。你现在麻烦大了。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，那你在大雅斋就待不下去了。待不下去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。吴玉良现在逮着你不放，他要真告你。雨晴，查了吗？查过了，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，盗窃公司财物，涉及金额3万到10万以下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废品站老板交代张副总一共卖给他3次，总金额多少，我就不说了吧。谢总，我可不能坐牢，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求你帮帮我以后一定为你鞍前马后的，我给你烧头香。我还没死。别哭了。雨晴，去把吴总请进来。好。吴总，请坐。怎么搞？是赔钱呢，还是我报警？坐下说，喝会儿茶。
吴总，事情呢我也了解清楚了。按理说，这是你和张副总私人的事情，跟我大雅斋无关，可以管也可以不管。但是呢，看在你跟我们公司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，给你提2点建议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？你说。你可以告他，让他坐牢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得提醒你。张副总是我们董事长非常信任的人，你得理不饶人，把他送进去了，那么你跟大雅斋的合作就到头了。我可以不告他，他总要赔钱吧？这就是我想说的第2点，吴总，咱们之间是不认识的，我饭也没有吃过你一口的，茶我都没喝过你一口的，所以咱们俩谈不上有任何交集。那你呢？是跟我们的前任总经理签的合同，我大雅斋1年的纸毛子给你，打包价10万，你早就赚翻了吧？但是现在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，吴总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今年合同到期了，我是不想跟你再续约了。我粗略的算了一下，1年大概50、60万，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赚呢？我可以安排公司自己的人脉嘛。哎，徐总，我可听说过，这小子对你不怎么样，你这么帮他，我为了你，我就算不合作，我也把他告进去。吴总，他对我好不好，那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，您插不上嘴的。你如果真想告他呢，你还不一定告得了。他拉到废品收购站上的那些纸，我说是纸毛子，它就是纸毛子；我要说它是成品纸，它就是成品纸。怎么界定，是我说了算。那现在，我要告诉你，它就是我们公司的成品纸，这件事情跟你就没关系了。你要这么说，我也没什么好讲的。但是，你不能让我吃这个闷亏呀。吴总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合作的，但是今天你卖给我面子，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，合同我们俩继续签。行，辛总都这么大量了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下次我给你订茶来。小子，好好学着点，好好感谢辛总。辛总，先走了。慢走啊，吴总。辛总，谢谢你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干什么你？以后你是老子干嘛？放手！从来没见张副总这么乖过，早请示晚汇报的，您说什么都当圣旨。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太仁慈了，像张副总这种人，就该狠狠治他，判他个几年。他毕竟也有妻儿老小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我把张副总弄走了，到时候集团又会派过来李总、唐总，我还得继续跟他们斗。把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了，那我们大雅斋还怎么发展下去？您说的也对，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挺好。苏敏家属，拿单子去交费。哎。哎，桃子，起了吧？对，那个我在医院接我妈出院，那个你借我点钱吧，我到时候还你。
谢桃子。依然，哎，那出院手续办好了没有？这屋里头好多东西，你得收拾呀。这衣服啊特别难受，我得赶紧换一件啊。哎，大姨，我跟我妈在路上。对，她现在刚出院，但是恢复的还挺好。嗯，行，那一会儿见啊。哎，谢谢大姨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回家呀？去哪儿这是啊？先去大姨家待2晚。你看看你大姨夫那半吊子的样儿，他那脸我可不看啊，我不去。你不喜欢他，你可以不理他嘛。而且他天天打牌也不怎么回家。妈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现在没什么钱了，我没有钱给你请护工，我现在挣的连护工，我现在挣都没有护工挣的多，你知道吧？我说让你给我请护工了，我自己都说了我能行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好的，我能照顾好我自己。思琪，你给我停车，我不去。不是妈，你干嘛呀？停车，让你停车呢。你能不能换位思考，为我考虑一下呀？我换位思考，你调回来最好。妈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司机，掉头，往回整。好的。依然，怎么样？阿姨接回来了吗？刚来。哎，那你准备让阿姨住哪儿啊？不知道呢，这不想着先给我妈打饭，打完饭再给她找住的地儿。那还那么麻烦干嘛呀？住咱们宿舍呀，我给阿姨腾地儿。不用啊，那么麻烦。如果阿姨住这儿的话，我就可以去我闺蜜家了。快给阿姨打饭去吧，我去宿舍看看阿姨去。谢谢你啊，桃子。这就能看了啊！不过伯伯，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，这小短剧一刷起来，那根本就停不下来。白天哪有时间看呢？就晚上看一会儿。哎，这不花钱吧？你手机里有钱吗？哦，对了，我的钱都你妈给我管着。哎，那个时间，那个怎么？爸啊，那个乾隆御板剑的小册页是您给我做的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说呀，乾隆御板剑的小册页是你给我做的吧？真不信，干活呢。知道你干活呢，问你呢。什么乾隆御板剑？哪有你？嗨，听还挺挣钱的啊。干活去，你不带我哎？哎，你小子换一个。就问问，前面那就是我们彭书记。哦，彭书记，这是依然的妈妈，有事找您。哟，依然妈妈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吃饭了没有？快快快，去食堂吃一口。不吃，不吃。我就想，单独跟您聊2句。啊，行，办公室去聊。你们聊。不是，办公室也不去了，我就2句话。很快就能说完。好。什么事儿啊？那您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家依然呐小，他这没好好跟我商量，这就考到咱这桃花镇来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咱桃花镇不好啊，没这意思，主要是，这儿离我们家距离太远了。他爸走了，这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太好。依然妈妈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。哎，彭书记家有孩子吧？有啊。你看，那就太好了。这谁愿意让孩子往农村跑呢？而且一个女孩子家，将来她这结婚生孩子，这都不方便呀。
孩子的眼光没那么长远，咱这做妈的，那总得为他长远的打算，你说是不是？妍妈妈啊，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呀？彭书记，您是冉冉的领导，您就帮忙，你把他弄到县里头去，哪怕是借调都行啊。我们只要这个事儿能办成了，我们俩真是对您千恩万谢呀。妍妈妈，好，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，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，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。你看，你刚才还问我，我也是当妈的，对吧？咱们都有孩子，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咱们这些当妈的呀，要尊重孩子的选择，对吧？哟，回来啦！我们刚忙完，书记去沟里了。今天县环保来督查。好，依然，工作要干好，妈妈也要照顾好啊。妈，不，你来这干嘛呀你？回去！阿姨，回去！这没有，妈，阿姨，我没事儿。依然，走，陪妈妈吃个饭。来，我们食堂尝尝。我不吃，我们食堂饭可好吃了。我今天呀，给你安排个小灶。我这真的不吃，尝尝我们食堂的伙食。真的不吃啊！依然妈妈，孩子大了，咱们该放手的就得放手。你能走慢点不能啊？你慢点，你别走。哎，我工作上事儿，你能不能不要管？你是我生的，我当然要管了。我是你生的，但工作上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。哎，怎么没关系了？你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我跟你讲，我跟我爸不一样，我不会像我爸一样一辈子听你的话。你爸要是听我的话，他就不会是现在。他就不应该听你的话。我现在在想，如果我爸当初没有听你的话，他会不会就不会出事儿？你这什么话呀？你不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命吗？是人各有命。妈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你满意不满意，我的命我自己管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什么没关系？你给我站住！你说清楚了。我生的你怎么没关系啊？啊，你什么事儿我都得管，怎么可能不管呢？我把我最喜欢的工作放弃了，我拼命工作，拼命赚钱，就是为了给我妈看病。我觉得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她了，至少我尽力了。她好像怎么都不满意。但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，但是你说我爸当时要是没那么拼命的赚钱，当时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让我妈满意，没那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开车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出车祸了？你别哭了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这样，你现在不健康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我去帮你解决，好不好？别哭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历经上百道工序啊，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。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儿来？就是从祖先留下的这些宝贵遗产中来啊。要珍惜这些宝贵遗产，就是不能简单的叫它摆在供桌上供着，而是要想办法让它融入到时代发展，进一步融汇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。今天啊，各位领导都在，我呢提3点要求：做产业要有挥毫泼墨的胆识，要大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，积极开展研学游、非遗游等活动，推出更多的文创产品和业态。
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，绽放新光彩。搞创新呢，要有揭表修复的耐心，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研发新宣纸、新工艺、新文创，要下足绣花的功夫啊！铆定了正确的方向，就要有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，一直干下去，干到底。第3点，谋发展要有装裱立轴的全局观，文房四宝不分家，不能就宣纸谈宣纸，而是要打通纸墨笔砚的全产业链，与宣笔、徽墨、设砚形成互联互通、共谋发展、相互成就的全局发展观。省委非常关心宣纸文化保护和产业发展，上级希望我们积极作为。陈书记啊，彭书记，我建议你们跳出局部思维，思路要更开阔一些，胆子要再大一些，以全局视野谋划产业创新。省委和我们市委会给你们支持，做好你们的后盾。好，秦副市长您放心，我们呢一定会尽快的落实这个事情，请您放心。好，来，我觉得领导们说的对啊！你看这2年我们在宣纸产业工作方面确实保守了，产业发展有变化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啊。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的等待，我们应该积极的有所作为，对吧？是得拿出一些积极的举措出来了啊！哎，前2年我们办的这个宣纸文化节不是很好吗？可以接着办呀。要知道这个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呀。关键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台好大，戏难唱。以前我们搞过宣纸文化节，为什么不搞了？场面轰轰烈烈，实际效果有限呀。这2年我们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万年红对联和宣纸壁纸市场，产业上也见了些起色，大家的想法都是守住家业，稳步发展。没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不想搞。怎么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说明我们没搞好，没搞好我们就要总结经验。廖主任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我们要利用好现在的自媒体时代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、了解、喜欢我们宣纸。所以啊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工作要做，还得尽快办。接下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。这样，廖主任，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经发办，尽快的落实，好吧？唐书记，我说不能搞啊，不是瞎讲。我跟很多产业上的人谈过心，我讲的是民意啊。你要是硬性摊牌给我，搞不好会闹出事情来。所以才让你搞好吗？努力的搞好啊！不是什么事情努力就能搞好的，搞不好那就是自讨苦吃，以小大方，自取其辱。廖主任，好多事情呢，你把困难想到前面是好事儿，但是不能总是这么临事而惧，你还要记住，好谋而成啊。就这样，这个事儿啊，马上办。你们尽快的给我拿出一份可行性报告，明天我就要。报告可以写，但可行不可行，还得结合实际情况。我要的是可行性报告。不可行报告？办文化节是好事啊，为什么要写不可行报告呢？谁告诉你是好事情？凡事要顺势而为，顺时而为。春节大家都想过，你见过清明过春节的吗？廖主任，你这么打比方不对啊！省领导刚来做调研，充分表达了对宣纸产业发展的支持与肯定，而且现在办这个宣纸文化节，它正是时候。刚刚宣传部的直播我们也看了，对吧？省领导说要办文化节了吗？哪句话说的？在哪儿说的？什么时候说的？不要拉大旗扯虎皮！我跟你说，林依然，
年纪轻轻的要诚实，要脚踏实地，一切从实际出发。不是，那办文化节怎么就不脚踏实地，怎么就不从实际出发了呢？办这种大型活动，我是非常有经验的，一定要谨慎、谨慎再谨慎。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，到最后没有一点点实际收益，没有一点点经济效益，你可怎么办呀？那就想办法让文化节给大家带来收益就好了。事情要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？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，就你聪明啊？没有，所以才把报告写好，这做才有成功的希望。这不做，连希望都没了。哎呦，别生气，廖主任，你别生气。关键是，我们也没写过什么不可行报告，不可行就不搞呗，还写报告干什么？这是领导要求，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？我只是觉得领导不可能说让写不可行报告。什么叫你不相信？我不是你领导吗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您是我领导，您也说得很清楚，只是我觉得他不应该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就按我说的写。他讲理了呢。啊！写完了。你这看着像一夜没睡似的。打了个盹儿。不可行性报告，你就把不可行的原因列出来不就行了？有那么麻烦吗？但是吧，我这越写越觉得可行了，而且非常可行。我看看。你写的是可行性报告。哎，廖主任现在在哪儿呢？后山陪环保局验收整改效果。你不会是想……哎，出事跟你没关系啊，我担着。姐姐，我求你了，算了，你要是这么搞，咱们就没安生日子过了。我早习惯了，他该骂就骂吧，这工作不能不做呀，对吧？我还有事儿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哎。喂。哎，主任，那个报告发您了。哎，我正忙着呢，回去再说。哎，那个葛主任已经在催了，说彭书记等着看呢。我老花眼，看不清手机上的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哦，那我就跟葛主任说一声，就说等你回来了再给彭书记看。林依然，你是成心找我麻烦是不是啊？啊？是按我说的写的吧？那你送过去吧，啊。哎。廖主任来了，来，我们给廖主任鼓掌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啊，有格局。这个个人成见归个人成见，一旦落实到工作上，就全力以赴。廖主任，这种精神就很好啊，值得表扬。这一点呢，我也是深有感触啊。廖主任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，那都是有很多优点的，也值得我们大家努力去学习。这个话不论对错，他是一定要讲的啊，讲出来大家一块讨论嘛。就算这个话有点什么问题，那也不要紧，因为毕竟到最后落实的时候，一定是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做的，是吧？没错，是的。行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啊。好。今天这个把廖主任和林依然请来参会呢，是想请他们一起参与一下我们下一步具体怎么执行落地。首先，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宣纸文化节改成了文房四宝节，这个创意非常好啊！我还专门汇报了我们县委的陈书记，和宣传部的部长，
他们又汇报了上级领导。现在所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创意呀，都表示肯定和支持。秦副市长指示，这个呢就由我们宣纸之乡桃花镇来主办，线上啊给予我们充分的支持和保障。这个安保啊、接待呀、消防啊，是吧？所有的一切全力以赴，为我们的文房四宝节保驾护航。行了，书记，文房四宝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宣纸文化节可行，文房四宝节就更……胆大妄为！廖主任，请注意你的言行，你现在列席的是党委扩大会议。不好意思，彭书记啊，你听我讲啊，我已经明确表过态，反对办宣纸文化节。文房四宝节那就更离谱了呀！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桃花镇能办得了的吗？简直开玩笑！廖主任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如何的执行落地。我拒绝执行。廖主任，你个人有什么想法，你可以保留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请你离开会场。廖主任，廖主任，廖主任，我承认不该瞒着你做这件事情，我向您道歉。大可不必，就一个1万多人口的小镇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搞文房四宝文化节？等你们搞砸了，伤了很多企业家的心，你就等着给他们道歉。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大会办好。不是我们，是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坚定，我随时准备为你们的巨大成果喝彩。廖主任，想听？廖主任，依然，彭书记，没事儿，吃饭。没事儿，吃饭。廖主任不在。他刚刚接了个电话出去了。哎呦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现在是咱们经发办的代主任了。刚开完党委会，这2天就正式任命了。我啊，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，哦，叫文旅代言人。他们说给你腾位置呢。廖主任，廖主任，刚刚桃子都跟我说了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。别演了，我去找王书记。依然，演戏还演全套，你不真是小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？主任，依然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依然，彭书记，我觉得这样不公平，对廖主任不公平。那把他提升成副镇长，你觉得公平吗？小李，镇上的人事安排是儿戏呀。组织上安排的是工作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是工作，你觉得不公平？那你替镇上安排？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？他们说，
把廖主任调走是为了给我腾位置。给你腾位置怎么了啊？给你腾位置，是为了让你把文房四宝节办好，是为了让你把经发办的工作干好。要是你干不好，一样让你给人腾位置。组织上的安排没有问题，但针对于我个人情感，我不接受。个人情感我完全可以理解。当然了，如果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，写份报告，我马上可以停止调动程序。不过廖主任的去留，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林依然，就凭你今天在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话，廖主任对你们的教育就有问题，他就是失职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好好反省一下你的问题。我还有事儿。不用了。回来，去，把廖主任给我叫来。